各位朋友们，大家早安！几点了？现在我们今天这一集一样要给大家看的是科隆展览，但今天这一集的科隆展览跟上一集有不一样哦。首先，我先带大家看今年得奖的作品。在这个科隆展览呢，他们也会有每一届每一度就是一个蛮重要的，就是叫创新奖。然后在他们这个展览当中，他们有出就是10个创新的奖。我跟大家讲几个我觉得蛮特别的。然后在这个产业，因为这个产业已经到100年了嘛，在这100年当中，大家都会觉得啊，做板子都做这样子啊，做钳子都做这样子，或者是做东西就怎么样，就是长成这个样子。当中我就挑了几个我觉得酷的东西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这个弧钳。弧钳就是大家应该已经看得很腻了，但那弧钳有什么好创新的呢？首先第一个，它的这个头，你可以用起子机插进去，然后呼转，然后就可以很快就转进去。因为这以前我们在不管要固定东西或切东西的时候，那我们都转很多圈嘛。然后第二个就是它的这个夹持的这个夹具的这个头是能够替换的，然后呢，它上面还有很多的尺，比如说几公分啊，有这种 V 型槽的啊，然后可以让你帮助去夹一些比较难固定的东西。第三个，它的这个底座是能够固定在焊接桌上的，就是因为像欧洲人他们或者是老美他们用的焊接桌，其实我们都会用那个一个很大的，然后一块一块圆的洞，然后它可以直接锁固在焊接桌上面，然后帮助你做固定。这个是他们今年获得创新奖的其中一件。好，第二个呢，就是双刹车的轮子，一个是固定轮子的刹车，一个是固定这个轮子的方向。像在我家，所有这种有轮子的，最后一定会朝到里面去。就让轮子不会在外面去踢到这样子，那这是固定2个东西，你转进去了之后，你又可以再固定一次。那接下来这个完全100%回收的锯子，因为锯子通常就是用到下面这个没有的话就不能用了吧。它这些得奖的作品呢，是它的整个锯子从它的握把，然后全部都是完全回收再制作的。这个呢是瑞典制造的，因为这几年大家都讲 ESG 嘛，就是怎么样环境啊、保育啊这些的。啊，另外一个这个膨胀螺丝。膨胀螺丝就是它锁进去的时候，它旁边那个撑开的时候，里面会有一个金属垫片，然后它的那个金属垫片在撑开的地方，就是能够帮助你固定在木头啊、砖头啊，固定在那种大理石里面。石材上面可以462公斤，然后木材上它可以冰到160公斤。如果你是水泥的话，就是那个空心砖的话，你可以冰到50公斤。另外的好处就是在火灾的时候，它还能够固定，表示现在这个大楼现在烧起来了。那有些东西我们固定在上面的招牌啊或什么，然后掉下来那就很可怕。然后呢，就是我们有塑胶壁虎跟金属壁虎，然后各有各的特色。塑胶方便，金属牢固。但是有一些东西只能用塑胶，有些东西只能用金属，所以它就是一种混合体。海军陆战队就2个都有，所以这个也是今年得奖的作品。另外一个这个，我跟你讲哦，这东西不夸张，我曾经有做过。就是因为曾经我跟那个台中东区的洪老板嘛，就是我们常常要固定去锁固很多东西。然后那时候我曾经就有想过一个是把那个角形的片，因为我们现场要安装施作的时候，有一些不同的角度，你就是要这边锁一片，这边锁一片就很丑嘛。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曾经有做过类似这样子的概念，钻洞，然后我们现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凹，然后马上锁，这样子可以锁到不同90度的面，你就可以直接去固定到。我真的做过一个很像这样子的东西，很像哦。当然设计跟它不太一样啦，就是只是那个概念是有点类似的，但它的钢材肯定也是不一样，因为它的坏处就是你在弯过去的时候，你的那个材料会被破坏到嘛。另外就是它在制作的时候，它就预先留了很多的孔洞，但是表示什么呢？如果我继续待在制造业，我是有机会可以得到这个2026科隆的展览创新奖。可惜这些都是过去，也没想过吧？应该是曾经有做过这件事，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可以把这个事情商品化、量化这样子。不然就是每个人都用嘴巴讲就好了。这样我曾经有想过火箭怎么射啊，但是就是没有把它弄出来啊，对不对？每个都可以讲啊。春季可以吹啊，讲是这样想啊。我们曾经有做出 demo， 但是真的能够敢把它进到生产线、量化、申请专利，其实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好，那我们来去下一个展位吧。然后你看一路上他们还是有很多这种工程笔，德国人他们很善用工程笔做非常多的记号。然后旁边也有这种工具架的架子，其实一路种类非常多，装潢类的，然后园艺类的。不过我还是要重申，今年的展间其实已经比之前还要少非常多。反而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看看一些比较平常你不会看到的一些小牌子，或者是平常你会还没有发现到的一些新的设备。大家有没有看过工业人的文具店？工业人的文具店应该长成什么样子呢？就是长成这个品牌这个样，它叫 Lyra， 这是一个来自德国的牌子。为什么我在这么多的品牌当中我挑它呢？
因为我曾经在台湾看过他们，有一次台湾办一个展览的时候，我有跟他们打过一个照面，想不到在德国又相遇了，毕竟他们有来台湾。刺激过观光嘛，他们来台湾展览的时候，一定也在台湾花了不少钱，然后要带货啊，要来这边消费，要去住宿啊，促进台湾的地方观光。当时在台湾会看到它，也是因为我们在欧美国家国外工作的时候，我们会很在意笔这个东西，它能够画在不一样的材料上面，或者是画在不一样的织工面上面。为什么我叫做工业人的文具店呢？你知道工业人要有质感哦，这个从上到下都要很细腻的，你知道吗？你拿出来的笔。就不能是那种文具店买得到那种丑小的笔，或者是拿出来就是画2下，然后笔芯就断掉，然后全部人围在那边等你看你那边削铅笔，然后削，然后你又再继续画做标志，或者是呢，不管你是做水电啊、做木工啊、做一些系统柜啊、系统板啊，就是你上面要做标记的时候，跟你讲，这种笔拿出来的感觉就是跟人家不一样，跟爆米花上面印的一模一样。它里面是一种笔芯，它是一种自动笔，然后呢，这个画起来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就是第一个，你在写你的接触面的时候，你不会瞎想，或者是呢，同一支笔，你可以换个笔芯，然后换成红色啊，换成蓝色啊，换成黄色啊、黑色啊都可以，然后就可以在上面写，好，钻个洞，2.5好了。所以像这种不同的材料啊，你也可以把它这样子画在上面，写在玻璃上啊，写在这种白板面啊，它都可以直接用同一支笔就写上去。当然木头的一定也可以。所以你今天你如果假设说这个面哦，你要裁掉这一段，那你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画。然后或者是这种不锈钢100乘以120啊，它就是写起来的手感会很好，就是有点黏黏的，又很顺滑。就是你如果有用笔去工程笔去画过那些金属板，就是你就会知道那个手感很怪，而且有一些保有油分的金属板，或者是你的施工面很脏乱的话，你常常画一画的时候，你就会变得你的笔芯很脏嘛，然后就没办法再继续写。所以在它这个牌子里面，就是有笔芯在旁边这样子，可以直接削，这样削。好，当然削的，我相信台湾做工程的人，你应该有看过。但是它旁边还有这种不同样形状的笔，看，笔芯上面带砂纸，然后它的这种笔芯是方形的。啊，为什么要做方形的嘞？因为有一些的工种，它就是需要用方形的方式去画。比较大的板材要切断的话，断面，德国人都会拿这种扁状的笔芯。所以如果你今天你的另一半，或者是你现在要送你的兄弟，他如果今天是做水电类的，好，那你就可以送他这2种扁状的笔芯。第二个呢，很像美工刀的那种笔芯，因为它可以深到有一些你的凹槽里面比较特别深的。然后你要把它伸到里面做记号，你就可以这样子画，然后就把它伸上来。然后因为他们除了笔之外，他们的笔芯他们都有另外做一些比较不同的配方，所以弄起来都比较不容易断。那如果你的朋友来是做铁工的，红蓝黑铁工3原色，是不是？工程界人的帅气自动笔芯，我觉得这应该在台湾卖。在台湾卖的话，才能够提升工业人的形象。然后这个一个笔芯有1黑1白，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斑马线。就是假设你在这个地方，你要在斑马线的线段上面要切一个圆啊，那个圆的时候，它会切到斑马的白跟斑马的黑，那你就换2边头这样切。但你知道台湾都怎样吗？直接喷漆唰这样子。当然也不是不行，直接标记的，但是通常精度一定又不准。然后再来是你要切的范围，你如果没有切到，它不是那个油漆就留在公共的空间。就很脏啊，市容就不好看啊。每一个东西都应该要有专业的工具。你看到，你想象一下，如果是台湾的老塞保冰冷啊，穿着那个吊带服，然后在那刷拿喷漆就喷一圈，跟另外一个，就像我的移工朋友阿丢啊，来自于越南的朋友，他拿一个这个东西很细心的在那边画出那个三角形，你也会感觉他比更厉害。虽然阿丢是本来就很厉害，然后有没有画石材的啊，专门画木工的，然后我们做那个塑胶管、冷热水管。今天我这一支管是接冷水管，我就用蓝色的写扩；装的是热水管，我就用红笔写 hot。为什么他不是这样画一画就知道了？冷啊，热啊。那谁知道你画那是什么意思？说不定火线啊，红色用火线啊，蓝色可以用水线啊，这个精神是不太一样的。然后或者是你说那个在生锈的金属上，铁管很常放在生锈的金属上。你要装马达嘛，你要标注嘛，你要标记，就是这家他们都是有为了这个专门做的组合。这个是他们上次在台湾拿出来的一组，这样子，哈，舒服。小画家工程版，它这个里面是蜡笔。其实有很多时候会用到蜡笔啦。为什么他们都要有专项的笔呢？就是你放在户外的时候，有时候会下雨，有的时候会高温。台湾戴棉纱手套嘛，一摸过去，标注都不见了。哇，这个几号？这个几寸？这是哪一个顺序？是不是又忘记了？所以他们才会特别做这个不同工种使用的不同样的笔。另外在这盒里面有个特别的笔跟大家介绍，你看哦。然后你看它干了之后呢，
你就这样手这样子，啾，这手感很舒服哦。对，就干了之后你就可以这样子。所以你看，如果小朋友在家里面给你乱画桌子，有没有？先把它抓起来打一顿。打完一顿之后，用手指然后把它搓掉。然后这个它主要是用在皮革表面，因为你如果要在皮革上做记号啊，或者是有一些像这种面材，就是你要是做记号，但是出来工厂之后，你总不能现场装完之后，然后你又在那边拿什么去渍油啊、橡皮擦擦啊，所以就会很麻烦。但是你中间运送的时候又不希望它掉，就你这样它其实是不会掉的。但是你是这样搓它一下，这样就是你真的要清的时候，它清得起来，而且完全是连那个痕迹都没有，任何那种浮水印的那种痕迹，或者是那种浅浅的被侵蚀的痕迹都没有。所以它除了各个不同工种小只的啊，还有这个一次里面有6个，所以我们刚刚在画，你看不同样的材质，你就可以用不一样的硬度，然后你也可以去挑不一样的颜色画在不同的材质上，很适合拿来送礼自用2相宜。我们最喜欢送这种德国的，然后价格在德国又不高，拿到台湾送朋友的时候又觉得哇超帅，工业好礼物。等一下，问看要不要来团购一下。你看它每一支笔上面都有写，它适合用在木头啊、玻璃啊、浴室啊。它做成是个贴纸，就是你如果在五金行里面，假设它到台湾来卖了，它就可以，我这一格是贴这个贴纸，然后卖的是什么样的笔。它适合用在铁工或者是砖块上面，红砖啊，或者是水泥砖啊这种的上面。当个有 sense 的工业人，你需要一支有 sense 的工程笔。德国展览细腻吧？不一样吧？重点是什么？我们这边还有爆米花可以吃。贴纸 ，Make your mark it, baby, mark it 副总。所以画的精准很重要，你的作业才精准。你如果画都画不准，你切割的大家都乱切，就是从每一个细节里面去慢慢讲究。德国品牌非常推荐，德国香蕉也蛮推荐的。德国爆米花带着我们去下一站。我们刚刚在那个摊位要离开的时候，然后就路过看到了这个美工刀，他刚说他们前2、3个月才刚发售，他们自己设计的。你看这个美工刀调整的位置是这样子，它的目的就是像是我们有的时候像是要拆货啊，或者是我们要切个纸箱啊，然后有的时候你刀子下去就把你里面的东西割坏了。所以它就是在切这个纸箱的时候，你在切过去的时候，你的下面的东西它是保护住的，然后你要切的时候，它也很容易这样子就切掉了。比较厚的纸，它就可以用这个调整，就可以能够这样切。It's very specifically made, so you can see it's a very thick blade, 0.6 millimeter. It's very difficult to break. In order to cut these really thick cardboards, you need a very strong blade. So that's what you have right here. Sometimes you have to use this part right here. This is just for if you have tape, or you can also, if you want, sometimes you need to make the boxes smaller. You don't want to cut the entire box. You just want to put this in there, and then you can make it smaller. 哇哦，酷！它这个不是那种一般的刀片，所以你手过去不会怎么样，好用又安全，果然是很有德国的精神。工厂管理啊，就是这种安全，不然很多人很常被美工刀削破手。你看，这样安全使用，对不对？小朋友幼稚园，你还是要教他们使用刀子嘛。但是就怎么样安全的用刀子，就是要用的时候伸出来，但手一放开，它就收回去了，对不对？就这样。小朋友划到手，很安全，这是个设计。台湾好像有人有卖这个牌子的割纸箱的工具，但是新的好像都没有。然后你看它的这个套子，高级工业人拿起来，然后它是刀子就可以这样。他刚刚给我示范一个很酷的东西耶，你看它这个是剪刀嘛，对不对？就是好剪的剪刀。然后但是如果你把你的手指放在这里，小朋友不能学哦。然后你看你剪下去。是没事的，我已经，你看那个肉已经剪下去了，没给他去，不，没，就这样子哎。那他说他的设计的原理是因为他的这个2个刃是很平的刀刃，下去的时候扁的东西可以，所以这就不行，对不对 Won't be able. You can try. You can try. 它有压扁的话可以。Yeah, you need a lot of. 压扁的话可以，但是手这样就不会。You trust me? Of course. 对不对？有点可怕啊，就是有点太可怕了。但是只有这个牌子的可以哦，小朋友是不能这样做的。所以我觉得，就幼稚园小朋友，你应该是要买这个牌子的剪刀啊，就不会剪到手啊。你看，连德国这么安全的国家，每一年都有34000人被刀子割伤，所以他们就是主讲就是怎么样做安全的刀子跟使用工具。而且现在物流业这么发达，就是每天都在割纸箱、弄纸箱。
所以安全很重要，这也是我们频道精神，安全，帅帅做工。跟大家介绍一个很特别的德国公司，他们的拨线小工具。它这个小工具呢，平常是可以这样锁起来的，然后上面它这个有不同样的尺寸，然后上面配合的刀刃，然后里面呢，它这个可以拨长的，然后也可以拨短的，或者是最后你要拼线去做缠绕的时候，然后它可以搭配使用的。旁边就有一个这个小扣子，然后可以扣在衣服上。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有质感的水电工，那你就要认识一下这个德国的拨线工具。我请他示范给大家看。The possibility to strip round cables from 8 to 13 diameters. Put the cable in, turn it right, left. Oh. So they fold up. And then you can strip the inner cables with these knives. 好方便哦。You have the possibility to make a side cut. 哦，它就可以把线拨掉。And then you have the side cut. 对，它从里面割了那个一整条线，然后就可以把那段直接拨掉。And then you can turn it right. 啊，你看酷吧？ And then you have a blade too for some packages or a cable ring and so on. 很酷吧？是不是很方便？其实台湾有，就是没有这么常在业界看到大家有习惯在用这个，然后很多还是习惯拿钳子这样子拨线，所以这是一个算是德国公司的特殊小工具，介绍给大家。但是你要小心，网络上有卖仿冒的，手感用起来不一样。各位，这里厉害了。这个展位小小的，但是在德国的展基本上永远都会出现。这个叫玫瑰塑胶 （Rose Plastic）。为什么这个东西非常适合在我们频道拍摄？所有的手工具啊、专尾啊，或者是一些端子啊，你都需要有东西包装。那这一间是德国的牌子，他们做包装做得非常久的历史。回到整个世界在讲 ESG 回收啊，不管是你要放这种什么小型的耳塞啊，然后或者是阶梯式转啊，然后不同的高度有没有？不同高度的固定。你如果要这么长，好这样子；啊，如果你要短一点，这样子。啊，你要中间的，那就这样子。然后这个你看，这样子你硬拉，它是拉不起来的哦，它是要这样子。它这样左右旋转，而且它上面写着什么 ？I'm 100% recycle， 就是我是100%完全回收制作的。因为这种也算是塑胶射出件，然后你在工业的产业非常大量需要被使用，也是用 PP 材，然后它能够重新再回收再制作，包含这种就是不同的钻尾的啊，然后盒子的啊。我们刚刚提到就是钻尾不好携带，然后你又很不喜欢碰撞，所以很多不管是卖这种透明类要一目了然的产品。或者是集运，你要运到国外，因为像很多工业产业都是国际贸易，那它都需要包装能够直接陈列商品，又能够不要碰撞伤到你的里面的内部的东西，打开的时候又有一点展示性。这间公司是德国非常历史悠久、非常厉害的玫瑰塑胶啊，不过最近都被很多中国大陆抢到市场。意大利组 Caprio， 然后他们这是一个来自意大利非常久远的品牌，号称为意大利 style 的代表，就是在做各种人身部品的，就是有衣服啊、外套啊、鞋子啊、工具啊，就是所以你看它的那个衣服配色跟德国的、欧洲的，就是其实它有点不太一样，所以你看它的小裤子哦，我随便拿一件的，有没有？工程配色无违和无违和，跟我这个外套很搭。我觉得他们就是有一些这种小配件，就是会做这种亮色系，而且你看到这个膝盖的地方啊、腿啊，像我们工作很长，磨来磨去，在草丛里面穿梭的，他们都会有做一些补强的动作。一般就是除了有安全性之外，他们搭配起来的那个风格感，就是我自己都还蛮喜欢的。然后你可以往这边看，就是像这种比较长，就是我们在油漆的时候啊，就是你会有时候研磨天花板，在台湾师傅大家会站在杯翼饼垫，然后用手这样磨。他们欧洲就是很常用的都是像这样子拉起来，然后去做比较高的墙面或者是做天花板，然后下面用集成的设备。然后你看，连吸玻璃的都有做，搅拌的、泥做的。这些都有做，然后你看它的形式也非常多种。它就是说，因为他们品牌色就是橘色，所以他们用了蛮多橘色的设计在里面。所以上面耳罩、安全帽还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配色跟不太一样的风格。然后另外这一区除了后面的安全帽、耳罩之外，他们占一个很大的面积就是安全鞋。还有一般绑带式的，好像到现在大家还是有些人不喜欢像 BOA 的那种旋转钮。他们的很多鞋子就是除了工作之外，他们有时候只是在家里 DIY 啊，或者是玩的也会拿来穿。然后刚刚意大利小哥他有跟我讲说他们的安全鞋的特别之处，
几年前，自从我们频道开启了一个工作安全鞋的战场之后，连续这几年台湾的工安发展至少是非常有进步的。整个工作鞋、安全鞋的战场打得如火如荼，一大堆人就是有各种新的品牌。然后我觉得这是很好的状态，因为都是为了安全。那同时也给大家看一下意大利的安全鞋，它们有什么样的差异？就是它整个鞋子这是碳纤的，它比一般的碳纤又再更轻了100公克。以长筒的鞋子来说，目前我拿过最轻的是这双安全鞋。然后呢，它在这边卖都有CE的认证嘛，它的大底是运动的大底，所以它的柔软度、弯曲度其实是蛮棒的。它这个就不是 BOA， 它叫做 ATOP Atop， 它是用 Atop 的，手感不太一样。So how much? 120 euros. So how about this? This one also more or less 150. In Taiwan? So it's 4,000? Final price for final end consumer in Taiwan. Yeah. So you can take it 5%. You can just one. Okay. So we need 100. Okay. Okay. This one is a nice calculator. 因为这是一台先乘除后加减的全球首发 Sungnova S1 Pro 计算机。像假如我们出来外面工作，要跟不同世界的国家的人去谈生意或谈价钱的时候，很多时候你用计算机算，为什么算出来的价钱会算错呢？因为它没有符合一个真正的数学逻辑。好比说，今天我要1加2乘3等于7，但是如果你用一般的计算机，它会变成什么样呢？会变这样。是不是算错了？如果今天你要跟人家谈价钱，是不是就完蛋了？是不是差赛了？因为很多计算机你都要在上面学习很多它的计算机的公式，所以你要先括号 MR 加，然后括号或 NR 减，那算起来的公式就会非常复杂。有时候只要你按错，你整个接记的金额全部都报销掉。那尤其我们在世界各地，虽然亚洲人数学都非常的厉害，但是对于欧洲人或对于不同世界的人，他们的数学的心算程度就没有台湾我们从小算过珠心算的人这么好。所以呢，当你从计算机拿出来跟许多国家、不同国家的人去换算的时候呢，大家照着正常的数学观念算下来，那个金额是正确的，然后大家也不会觉得你好像在动手脚一样。讲完一个大概的金额之后呢，大家再各自出报价单，你再重新再细算一次，才发现说啊，原来算式很重要。尤其是在展场的时候，你很常发现就是算到一半被人家打断啊，这个时候你不知道你已经算到哪边去了。所以这台有3行的显示萤幕，上面呢可以完整的呈现算式的流程，搭配历史追溯的功能，一次最多可以存到10组20行的算式。刚刚算到哪边是报谁的价，翻一下你就会知道了。计算它不再是一个瞬间，而是一个可追溯的逻辑。尤其是这位意大利人，我们当遇到不同的国家、多国的汇率呢，你可以一键设定，像台湾是5%，日本是10%，随便你切算你的汇率 ，TX 加 TX 减，你的税率呢就会可以马上1秒切换。而且你看看这台计算机，铝合金的壳，上面的按键呢是一个凹陷的设计，让你久按之后也不会感觉到疲劳，回馈扎实，而且符合人体工学的设计。再来，你看看这个萤幕，15度的黄金倾斜角度，上面呢甚至是点阵高清萤幕，就算是不一样的光线，或者是展场这种乱射的光线，你上面都能够判断得非常的清楚，上面显示呢都可以非常的完整，不会有残影。计算机的全面进化 ，Sungnova S1 Pro 极速机，这台是台湾半导体科技 IC 计算机首创。不管你是会计，还是你是专业人士，或者是你在家里面要记账单、算水电费都要记得很清楚的普通人，或者是5月报税、日本代购，还是双11算折扣，让你能够彻彻底底的告别盲算。详细资讯，如果你有需要的话，我们都会放在资讯栏当中。会员有团购吗？会员没有团购。国际的不一样的工业 YouTuber， 他选了这个看板，所以我们也跟他一模一样。好，你看现在什么意思？卡词了，对不对？他在想下一句要讲什么，在想说是不是有什么赞助商要讲到没讲到，顶卡咯。好，继续，继续，就是这样，就这种感觉，大家看到没有？我从他的肢体动作就知道他在干什么了。这种事情我干了5、6年了。再一卡，再重来，刚刚那卡表现不够好，重来再一次。像是平常你看到我们的影片，我就没有走那么多次了，我们那么一次就可以了，实力还是有差的。等一下我来看一下我们的版本。好了，各位朋友，以上就是我们这次在科隆的展览带给你的现场报道。虽然说在今年有许多非常大的厂牌都没有出现，但是呢，也是因为这样子，你可以看到一些比较小的品牌或者是一些比较特殊的牌子。那如果你也喜欢这一类的影片，你可以在下面按喜欢，那我们之后就可以拍出更多有趣的工业知识的影片分享给大家。那你如果想要支持我们，补充我们这一次出国来这么多人跟这么多钱的旅费的话，你可以加入我们的小会员，然后下面呢里面会有一些平常看不到的影片，有的时候呢会有一些很特殊便宜的价格或便宜的工具，然后可以让大家去捡。或者是你可以支持我们下面的周边商品，然后来让我们的频道能够正常的运作。那就是超能少年这支在德国科隆的影片，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看到没有？一次就好了。
还要走那么多次吗？不用。哼 ，You use a Garmin. You know it's from Taiwan. It's from Taiwan. Yeah, Nice. Taiwan design. So we can do a switch. I have Garmin from Taiwan. You can start buying shoes from Italy, eh? 各位超认真频道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本月我们的超认真的好事多呢，所提供的商品有这些。